气，呀地发发小脾气，也可爱的让人很不起。如是我是这样，毫不经意，一步步让你在最领地，所有没结局的童话，有你的地方就是天涯，再也不怕决定爱的人是你呀。情傻，也许你老婆发现你是个怪物，然后就，不可能，我肯定没有夫人。我若要娶妻，肯定不会委屈了她。可我住的宅子里面，没有一点女人用过的东西。又不是女人，你是不是负了什么男人啊？你能不能保持思维正常？自从遇见你之后，就没办法保持思维正常。我没有那种嗜好。你对我也没那嗜好啊？我对谁都没有嗜好。男人都这么说。你看，在这世界上呢，只有太阳和星辰，是我出生以来一直都存在的东西。将军白头，红颜枯骨，转瞬之间的事情。长生会消磨掉一切的好奇和热情。别那么消极嘛，人活着总会遇到好事。只要活着，就会遇到好事。再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你在找什么呀？太恐怖了吧！你到底藏了多少这样的东西啊？大概可以开家私人博物馆吧。几百岁，知识陈旧，与现代社会完全脱节，到底会躲哪里去呢？叶老师，兔兄免体的人找到了吗？估计很难了吧？你不是去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了吗？
怎么又回来了？上次学校申请科研基金拿了李教授的证件资料，谭主任刚才交给我，让我带给李教授，说这里有身份证什么的，担心李教授这几天会用。你给我吧。身份证也在里面啊。这几天我也没看见李教授，这件事情就拜托叶老师了。那我先走了，叶老师再见。老师不是出差去了吗？怎么会不带身份证呢？你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. 要是再有什么金条、古董，挖出来就是我的了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的房东田小姐，有着草履虫的智商，是个大白天会掉下水道的倒霉鬼，梦里还在数钱的财迷。而且，肯定有人在骂我。虽然他看起来有些蠢，但我却需要他帮忙。李教授和研究中心那边，万万不能贸然下手。联系我购买视频的人，我也不想用暴力来找到他。即使找到，也可能只是个中间人而已。目前最直接、可能性最大的，应该就是最初卖凤凰玉璧的那个人。那是我母亲的遗物。无论何时，我都不会把玉璧送人，所以拿着我玉璧的人，很有可能就是变卖财物放干我血的仇人。现在我必须拿到这个人的地址，这正是我需要他的地方。我挖到了，贝壳！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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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是这些垃圾食品。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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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去哪儿了？谁在那儿？哦，你好。你是李教授的学生吧？我见过你几次。我来找老师有点事儿，看到门没锁，我就进来了，以为老师在家。但是他好像不在，他又忘了锁门。哎呦，他经常这样。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？打了，他关机。老师就是这样，太专注于研究了，生活上的事儿总是丢三落四的，所以还麻烦你们多加照顾他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要不你试着再联系一下？好吧，谢谢。没事。你好，这是我的名片。干细胞再生研究中心李教授你好。李警官呀，昨天也带着你们研究中心的一个小伙子过来。昨天李警官也来过啊？你认识李警官？当然，他是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察。另外一个，应该是我的学生。他们昨天问了你一些什么事情？我来是看一下还有哪些是没有了解到的。昨天主要是问强吻伤者的那个变态的情况，可惜我也没有看清楚他的长相，所以也没帮上什么忙。后来叶先生给我看了一张衣服的照片，我记得当时那个变态确实穿了一件那样的衣服。那您对那个变态的长相
就没有一点印象吗？没有啊。发现一直嫌弃的穷鬼男友是超级富豪，现在送我一只古董翡翠，我要不要收下呢？在线等。看楼主的 ID 宇宙第一美就知道楼主该吃药了。同情楼主，我前男友送了我一堆名牌包，验了没一个真的，果断前任了，么么哒。楼主赶紧嫁，神经病夫妻欢乐多。现在的富豪都很低调的，悄悄告诉大家，其实我爸比是阿拉伯国王。这些无知的人类，居然没有一个相信的。这能挖多少口井啊？我想过了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我不能收。OK， 我可以把它拿去变现，然后资助你的非洲挖井队。真的？我现在就去给我的挖井队打电话去，谢谢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我发现小燕的同事今天发微博说小燕休假了，机会来了，我们大干一场吧 ！Let's go！ 好吧。张医生，谢谢你的好意，可是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，也不会去化疗的。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。爸爸的爱心腌菜，怎么样？好久没吃过了吧？今天算你有口福啦。怎么了？看到姐姐来，高兴的无法呼吸啦？是，无法呼吸了。田小姐收到暗号，无法呼吸了。视频很清楚，成功潜入。真是 lucky， 身份卡就在电脑上面。大乔哥，现在开始，我指导你操作。开始吧。怎么了？喝酒了？你就当我喝酒了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是不是表面上在休假，实际上做错事，被局长停职了？哎，我说你们那局长有没有点良心啊？不是的，跟我们局长没关系。好了，不说了。我好不容易休假，你又来了，正好可以喝我朋友送的那瓶法国红酒。好呀，喝酒。东东，
需要个人密码。我看到了。Oh my gosh！ 输入错误1次，自动锁定1个小时，不能登录。讨厌跟警察玩。又没人跟你抢。我去趟洗手间，你在这等我啊，就1分钟。喂，冯东东，你之前怎么不知道需要2道密码呀？因为我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不给警察叔叔添麻烦。完了，这之前小安家连门的密码都是我的生日，现在鬼知道是什么呀？你生日几号9月11啊！你不要乱说。放心吧，我相信自己的直觉。验证成功，执行 Plan B。秀芝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，刚地上有点滑，差点摔倒。你小心点儿。嗯。我先去开门。志安哥你好。我们小直姐呢？她在卫生间。你怎么来了？田小姐，我们待会儿还要去录节目，你不是说送完腌菜就马上下去吗？我一看到酒我就忘了。哎，拿着拿着。啊，回头约出来吃饭啊。这种丢三落四的性格，你以后怎么办？妖怪，这地址都拿到了，你怎么还这个鬼样子啊？我觉得很奇怪。哎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为什么把你甩掉的男人还会用你的生日做密码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他从小到大都是我的跟班，而且我们还是青梅竹马，做不了恋人也是亲人呢。是，他真的很不错。怎么，你看上他了？我去给你做媒啊！连你自己都被他甩了。嘘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哎，哥怎么能那么说啊？我们家田小姐可是很抢手的，你都不知道有多少变态往节目里打电话呢。闭嘴啊！哪有用变态撑门面的？是智慧。如果没有我制定的 Plan B， 怎么能那么顺利的拿到地址呢？可是田小姐，你的 Plan B 是要我在楼道里放火，拉响火警报警器。过程不重要，结果完美就好。走吧，我请你们吃宵夜。那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吃个够本。好久都没吃宵夜了，好饱啊！幸好明天不用拍戏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去找那个卖玉璧的人啊？明天。带我去呗。不行。嘘。
小姐想做却做不到的事呢？徐妖怪，怎么了？哎！跑那么快干嘛呀，徐妖怪？啊！今天早上我台接到民众打来的热线电话称，在56号别墅发生了一起夫妻双双被杀的惨案。目前我们可以看到，警察已经封锁了现场。让我们采访一下这位警察朋友。哎，这位警察朋友，这是案发现场，不能采访，别拍了，别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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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别拍，别拍了，好，配合一下嘛，麻烦配合一下，好吧，别拍了，好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这边是案发现场，不能别拍了，别拍了。喂，你在哪？ 小尹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小燕哥，你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都休假了还来办案。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过来帮你们。怎么样？什么情况？早上8点钟的时候，牧场送牛奶的小哥来送牛奶，按了半天门铃没人应，发现门是虚掩的，就推门进来了。看见这样，然后就报了案。哦，路边的2个摄像头也遭到了人为的破坏。根据现在现场情况来看，应该是有预谋的抢劫杀人。 周围的邻居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？问过了，没有。调出小区周围的监控录像，调查一下死者的财产背景和社会关系，寻找一下目击证人。好。他们好像是因为我们的关系被杀了。他们就是没有威胁的普通人，为什么要杀他们啊？ 别害怕，就算杯子掉了，也有我来接着，没事的。徐妖怪，你不懂，我从小到大都非常倒霉。开学发书。 全班只有我的书有烂页，只要去精品店，我站在那里不动都可以打破东西赔钱。开车出门，我就算停在路口等红绿灯都会被车撞。但是我的倒霉从来都没有害过别人的，从来都没有。我知道，所以这不关你的事，好吗？ 人的痛苦分为10级，心痛算几级？身上的伤我可以治疗，可在睡梦中也源源不断的传来的心痛的感觉，我要怎么去治疗？不要怕，不是因为你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徐妖怪，你好温暖。
我已经把黑客软件装进了李教授家庭实验室的电脑里，不过好险，差点被他的学生叶琛撞破。叶琛，将来有一天他的成就怕是会超过他的老师，只可惜不太好控制。老板，李教授也没您想象的那么好控制，他在自己寻找那个怪物。每天细心喂养的宠物，一不留神，还是会被灼伤手。所以，早就预备好了药膏，不是吗？弟弟，你能看到我吗？我想你，你要好好吃饭呢。我听妈咪说，你为了治好我的病，在很努力的工作。这几天我很开心，有叔叔陪我一起玩。妈咪，安叔叔在叫我录像给爹地。你好，教授，我们会好好帮你照顾安妮和夫人的。安妮，安妮。喂，我派人去照顾你的女儿和前妻了。美国现在乱得很，你女儿得的又是不能见太阳的病，家里万一要是进了坏人，可怎么办？你不要动我的女儿和我的前妻，我会好好做研究的。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当然，只要你不做多余的事，他们就是保镖。如果你背叛我，在美国独居的华裔母女遭遇歹徒持枪入室抢劫的几率，这样的几率应该不小吧？我不会再擅作主张去找那个怪物了。我保证，我会尽快找到那个怪物的致命弱点。好，等你的好消息。睡醒了？干嘛呢？我按照食谱榨了很健康的果蔬汁，这次绝对不会食物中毒的。啊，我现在没有食欲，你自己喝啊。果蔬汁对身体是有益的，试试看。喝果蔬汁的动作倒很霸气嘛。那位是男死者的妹妹，在欧洲定居了。得到消息后立刻回来奔丧的，后来就要面对家破人亡，真是人间惨剧。问过话了吗？问了，没有发现疑点。请节哀，阚小姐你好，我叫脸之，是参与调查这起案件的警察。我父母去世的早，是哥哥和大嫂把我养大的。他们都是老实本分的人，没跟谁结过仇。几年前，大嫂生了场重病，需要做手术，我又要出国留学，哥哥才把祖传的一块明代翡翠玉璧给卖掉换了钱。没想到这笔钱却让哥哥和大嫂丧了命。入室抢劫只是推测而已。阚小姐，你们最后一次联系是什么时候？上周六，
还说尽快忙完手中 case， 就休假回来陪他们。谢谢。刚才我的同事李警官打电话给我，让我详细的了解了一下那块玉璧的情况。是他吗？对，这个是我祖上的传家宝，几年前生活所迫，我哥哥已经把它卖掉了。不过薛警官，这个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吗？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，看起来好像并无关联，但其实不然。我想再多了解一些这块玉璧的情况，比如说来历。来历啊，它的来历的确很特别。我父亲还在的时候，就跟我和哥哥说过好多次。那是100多年前的事了吧？那时候我太爷爷在开当铺，那一天下了好大的雨，当铺准备提前打烊。这种鬼天气，不会有客人来了。阿贵呀，打烊了。好嘞。客人，我们打烊了啊！我要当东西。客人，你这玉璧是哪儿来的？当不当？不当我去别家。当然当。不过，我老看做的可是本分生意，你不肯说明它的来历，那这东西它就是不干净，我就不能给它应有的价钱，只能一半月息3分。你要是愿意的话，现在就可以签字画押，银票拿走。好，爽快。明是凤凰翡翠玉璧，好东西呀！贼小子指不定把谁家的传家宝给偷来了。金丝楠木也有年头了。有夹层。这不就是当玉璧那个人吗？后来那玉璧就成了死当，我太爷爷不舍得卖它，就留下来当了传家宝。那张照片上是什么人？有一个老太太坐在椅子上，后面还站着一个年轻的男子，两个人笑得特别开心。从年龄上看，应该是母子。那张老照片呢？那张老照片，我太爷爷也传下来做纪念了。前些年卖掉玉璧的时候，哥哥留下的那照片，一直收藏在家里。如果不是生活所迫，哥哥也不会卖掉它。他一直很自责。我觉得任何事物能留存下来都是机缘。当年你祖上把这块玉璧传下来，就是知道它的价值，希望有一天后代走投无路时能够用上它。否则它再好，也只是一件死物罢了。很奇怪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听你这么一讲，好像心里一下子轻松下来了。谢谢你。叶老师，李教授找你。教授回来了。嗯。好。
叶琛，老师，你整理这些资料干什么呀？这段时间我不会来研究中心了，有什么事电话联系。老师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虽然很想瞒着你，但是也瞒不住了。这些年太拼了，落了一身的毛病。如果再不休息，治疗脊椎的话，恐怕就要瘫痪了。其实上周我并没有出差，而是关了手机，在家休息。这些天我想了很多，为了女儿的基因病，这几年我一天都没有休息。她的年龄越大，病情也就越严重。我不能放弃任何的希望。叶琛，你是我最优秀的学生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那具苏醒的休眠体。老师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也去找了那个司机，很早我就怀疑那具休眠体苏醒了，但是这个想法太大胆了，你应该理解吧？做研究的总是不希望特殊事件变成社会事件。当然了，我也有私心。如果田静植血液中的完美修复酶是来自那具休眠体的话，那么我女儿的病就有救了。可是我现在也毫无线索。这种生命体很神秘，我也不抱太大的希望。但是如果你找他的话，请务必告诉我。完了完了，春天来了，这可是个繁殖的季节啊！这种感觉真的很亲切。田小姐，你的习惯不是一回到家就马上卸妆，以免给皮肤造成太大负担，提前衰老吗？我有说过吗？不只说过，还一直这么做啊！那我在家里就一直是蓬头垢面的吗？这妈！这简直是……田小姐，你怎么讲脏话啊？我刚有讲吗？讲了。田小姐，你是女神，女神怎么可以讲脏话呀？而且你不要太迷恋大乔哥了，他又不会喜欢你，这注定是悲剧。房助理，你不觉得你现在说话态度很有问题啊？你在讲什么笑话？我迷恋他，人妖殊途，你懂不懂啊？那您最好自己牢牢记住。我先走了。你不要回去给你大乔哥请安啦！吃错什么药了？给，谢谢。我只是例行来汇报一下休眠体失踪案件的进度。错，是
怪物苏醒案的进度。我们受理的案件是失踪的休眠体，不是什么苏醒怪物。你可以先到警局销案，再重新报案。重新报案的话，你们会立案调查吗？我们会建议你去看精神科。好吧，那休眠体失踪案的进度怎么样？没进度。哎，你真是我遇见最难搞的人哎。是啊，你搞定别人只要用花言巧语，你搞定我需要用证据。切，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。等你的好消息。金鹿国际，好熟悉啊！金鹿国际，我知道啊，就在青岛路上，对面是个别墅区。对，别墅区。时间是7月12日早上，12日。于是坏掉的龙头滴滴答答响了响，床头想你的人哦，不是提醒我已过很久哦，你没开口，你没说跟我走，所谓以后，一眨眼就到头。你没开口，你没再出现在路口，这次换我，不随便再说放手。那天以后才没亮起的说过时间不会再有的永恒，我还在等，我会终不问，你会不会不是我一人回来，因我一生等你开口，等你说跟我走，所谓以后。一眨眼就到头，等你开口，等你再出现的路口，从今以后，不随便再说放手，从今以后，不随便再说放手。